今天有远道来的朋友，所以我们在这边吃羊肉。我们往那一坐，菜立马就上来了。接到了马丁啊，个子太高了，接到了马丁。来，这样子。好好，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哇，这里生意真好，在一个小巷子的2楼，叫林记羊腩炉。这是什么？羊汤吗？羊汤放进去。啊，你们那边过来很近吗？羊汤。近啊。杰哥就住在附近，杰哥在11郡。我和杨总从雅皮过来，11郡过来。羊什么？啊，这个白白的是羊骨髓啊。就这种。等你先拍。你的筷子。我们烤的羊肉已经烤好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了？羊肉来个特写。可以啊，可以啊。这是羊的骨髓啊！哇，这样的骨髓。这个羊肉非常好吃，很烂，也没有那种腥膻的感觉，味道很好。它这个露天的特别敞亮，人坐着就舒服，而且店里客人特别多。这是杰哥推荐的好地方。喝酒，喝酒。哎，来了。我们消费了这么多，然后不到100万，4个人都吃得饱饱的，还喝了这么多酒。我们吃了羊肉炉，来到一个咖啡店里面坐坐。好，请坐。马丁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做短视频的。他现在在岘港，我们来问一下他这次为什么来胡志明，然后来了胡志明，做什么事，大概几天？你过来办签证的，也可以这么说啊，主要过来看老魏的，顺便办一下签证。这样说显得情商很高啊。就是其实我们中国人在越南的话，或者在别的国家也是，就是最难的一点就是办签证。在越南办签证确实非常难。那你这次办签证顺利吗？不是特别顺，还可以，还可以。马丁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越南？因为我知道马丁的英语特别好，他在视频里全程都是英文来说话的。那我们想知道一下马丁的经历，聊聊你的经历吧。这个有点像那个找工作的时候做自我介绍了，对，是吧？对，你为什么会来越南？当时有个朋友在那做生意了，我就过来给他帮忙，就这么简单。我并不是为了找老婆来越南的，并不是为了找老婆来越南的。但是你在越南还是找到了老婆，找到了你的爱情。对呀，这个东西就跟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的，
你不想要的东西，他又过来；前面想要的东西，很难的拿到手。就像我过来越南，我就想要钱的，是吧？但是呢，现在全没搞到，当时没有想过要找个老婆，但是老婆还是弄到了。这个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你是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是你在越南生活了多少年了3年， 3年。那你对越南感觉怎么样？就是你生活过的国家，比如你在英国留学，对不对？然后你在非洲也工作过，然后你在越南，包括你在中国也生活过，你对比一下这个你对越南的评价或者感觉。这个东西还确实不好评价啊。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优点，是吧？越南的优点呢，我就觉得美女多，美女非常多，生活很安逸。如果有钱的话，就是有一个条件的，要有钱。没钱的话，就像我前一段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困难，都想跑到非洲去了。娶的是越南老婆，可能越南老婆还没有回国中国，对不对？没有因为疫情，肯定你是一直在越南生活。那你是跟你越南老婆他们家人一起生活，你觉得这一块生活这方面，有没有比如说文化上的碰撞啊，或者说彼此之间不适应的地方，或者说融入不太好的情况有没有？这就是2点吧。第一点就是这个语言不通畅，沟通没法顺利的进行。第二点就是他们这个生活习惯，比如呢？比如比如像我以前拍那个视频呢，去香港旅游嘛那个时候就是资金不是那么充裕，说困难呢也没有说到特别困难的时候，手上还有那么一点钱。但是如果放在中国的话，可能这个父母就会想着我们要省点钱过日子。但是越南人呢，越南人的心态，他们就是活在当下的，享受当下的，就是这一点呢，可能呢，因为我自己比较敏感所以呢，我就会想着呢，他们就不在乎我们这个生活的压力，我不在乎。其实这只是这个文化之间的差异，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他们根本没有那种意思只不过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其实，在越南很多越南人他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所以也就养成了这种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种生活习惯，就是反正今朝有酒今朝醉吧，是不是？那马迪你在越南娶的老婆，她是在哪个省？越南哪个省？像那个多呢，你是在你老婆家住过一段时间，那你觉得在西部高原那边你生活，你对那边的环境、自然环境啊，饮食习惯啊，你能不能习惯？那个很美，自然环境非常美自然环境非常美饮食习惯也 OK 因为我老丈人喜欢喝酒嘛，喝酒呢，他搞的一些经常会搞一些下酒菜，其实蛮合我的胃口的。那你们除了语言不通的话，其实这就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了。对，如果语言通的话，我跟我老丈人应该是很好的一对朋友对。那你在岘港也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不对？那你在岘港的话，你觉得和胡志明之间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呢？其实我刚去岘港的时候，没有多大的感觉，没有多大感觉。但是呢，这次回到胡志明来，这个感觉就非常强烈了，差异真的是太大了。岘港是一个很适合生活的地方，胡志明真的是太拥挤了。胡志明应该是挣钱的地方，但是你想要享受生活，去岘港。岘港首先呢，从这个交通来讲，没这么拥堵。你在胡志明开个车，就算骑个摩托车，感觉都很头疼的。而且开车更不方便。
哪个停车的地方都没有。但在岘港，到处都可以停车，随便路边上都可以。其实，就拿一个我没有去过岘港的、没有去过越南更多城市的一个人来讲，其实我就觉得胡志明已经非常安逸了，非常舒适的一个城市。那我没有去过岘港，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岘港，去感受一下你说的这一份安逸，非常干净，非常干净，非常安静，没有这么多的交通堵塞。此时此刻，我对岘港充满了那种遐想，非常想去了。岘港是一个旅游城市嘛，但是不好挣钱的。你想赚钱的话，去岘港不是一个好选择。哦，你在越南这么多年了，其实也辉煌过，也落寞过。那未来自媒体你还会坚持做下去吗？会的，这个会坚持做的。但是目前来讲，不会作为一个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嘛，主要来源我还是要想别的办法。那你还有就是未来还有什么规划？未来规划，我现在讲太长期的，没有太长期的规划，就是要先解决眼前的问题的。现在就要找一门生意可以做。就是在越南的中国人啊，创业的时候非常艰难的，因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是语言问题，还有一个民俗问题，很多问题。因为我们在外面创业真的非常非常艰难的。越南呢，我们见证了很多创业成功的人啊，看到他们从一个辉煌迈向另一个辉煌，也见证了很多人从高峰跌入低谷，有的人甚至连回国的机票都买不起，这样的也挺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奉劝那些在国内想来越南创业的人呢，要三思而后行吧。其实来越南创业没有那么容易，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你说对吗，马斌？来越南做生意啊，来越南做生意，从我自身的一个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要有耐心，千万不要想着这个想赚快钱啊，在越南赚这个快钱确实不太容易。做任何生意的话，都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一定要做好一个长线规划，做好一个持久战的一个准备。就是其实你来到了越南创业的话，你很多地方你要融入越南，用一个越南人的思考方式来思考这个市场，来进行更深层次的定位，或者长久的待在越南，为越南这个社会呢做一点贡献，对吧？首先要融入越南的，融入越南的文化。要跟他们的心态要靠拢，要了解他们的心态。对，他们的心态，他们现在不像中国人这么激进的，对，中国人这么激进，喜欢赚快钱，短时间之内生意不好，马上就改行，关门。越南人就不同，对，越南人，我觉得越南人比我们更有耐心。马丁的自媒体频道呢是马丁的越南故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索一下马丁的越南故事，来听一听马丁在越南所经历过的、所见证的一些越南故事。好，今天的采访呢，我们就到此结束。我是在越南的老贝，好，我是马丁，现在在越南，祝大家生活愉快，祝大家生活愉快，万事如意，拜拜，拜拜。